好，新年到了哈，新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又是新的一年。对，豪哥有没有什么新的愿望？就是我今年想退坑了，想退坑，对。你退坑的话，那这样我们A 坑广大的这个群众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没有啦，我还是要跟大家讲，第一点是真的是理性消费啦，那很快就会带到第二点。很快会到第二点，然后先暂停好了，没关系。像你说，还没整五下呢。毛给，我们这个都直接麦克风，对，外面不会 ，OK 的，好，谢谢。对，那我们要接掉再重来。没关系啊，没关系，就这样才还原真相。好，因为我们现在为了现场大家的闻香水的感受越来越好，好，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装这个抽风管，就是在硬体上面的升级啦，跟改善，对，跟优化。因为豪哥也跟我们去过台中跟高雄嘛，对不对？其实我讲真的，我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晚上直播的时候，我去下面呼吸新鲜空气嘛，对，那门一开，其实我就闻到味道，就你都不用走上来，你就在楼下就闻得到那味道，非常浑厚，非常的盛大，对不对？对。那我们不是说假如，我们是真的为了各位的这个闻香的品质可以更提升。那因为我自己如果闻太多是会晕啊。那特别如果像这个假日的时候，礼拜六日来的朋友又特别多，一次太多味道。对。那我们现在开始施做那个抽风管，好，那这马力绝对是足够的。现在只怕说夏天冷气会被抽出去而已啦，好不好？那绝对让大家每一口都是最清新的这个香水味，好不好？那我们镜头拉回到现场这里来，好，那豪哥除了刚刚那个恭喜的话之外，好不好？那你还要说些什么重点？第一点，理性消费，对，就是理性消费了，因为我还是觉得理性消费才能长长久久。是，对啊，就是你每个月还是最主要是你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然后你有闲的钱出来，有闲钱出来，就多少买一点嘛。因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买香水是一个舒压的动作，是对我而言，对，你就买一点，然后觉得我可以今天我可以这个月可能得到2-3个新的味道，我就很开心了，对啊，就很开心了。但是不要把全部钱都投进去啊，因为这样你很快，因为你买完其实压力会很大，那你很快就对，每个月失去了热情，慢慢分散，然后你的快乐也会每个月都有一点这样，不用一次买太多这样。真的，这句话谢谢你们两位帮我讲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蛮怕突然一次性消费很高的客户。因为其实我看太多看太久了，这样子能够持续一直这样子不断的买，我觉得不要说他有压力，我们也很有压力啦，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努力工作的人嘛，对不对？像豪哥，即便这个薪水比我们多5倍以上，他还是很努力的工作嘛。你这个会伤，我真的是，你不要乱讲。对，我也是市井小民，你不要这样。是我们大家都量力就好了。对，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在你买之前可以多看影片，再决定，对吧？或是来现场，其实来现场我觉得还是最准的啦，因为上香这个东西可能喷在你身上、我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拍这么多片，对，我们直接就在影片中就会有不同的认知跟观点，对啊，就是在味道的差异。同一支香水夏天喷跟冬天喷是不是又不一样？对，是，晴天跟雨天当然也不同，对，心情不一样，闻起来都不一样。是，所以这个我们理性消费，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二手的情谊的网站嘛，对不对？对。如果你喜欢一阵子，你发现你的口味变了，或者是你的心情变了，不再那么喜欢，那没问题，拿到二手这个情谊的这个二手社团，做交易，无论是竞标的或者是说直接出价的，我相信在那边我们的客户水准都是很高的，都知道这是个好商品，好不好？有时候现在你喜欢的可能是下个阶段别人的爱。就很难讲，不一定。OK， 没错。那这边新年，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如果你真的有买了一阵子，我必须要说，因为
你的味道会随着你的经验啦，就是经验啦，然后会那个喜好其实会改变。就是我3年前也许我很讨厌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可以接受，对啊，所以甚至还乐在其中。对啊，这真的是很难说啊。是啊，对啊。像那个啤酒，3年前我也不是很爱，我最近3年狂喝对，就是这个口味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对啊，好 ，OK， 喜好会改变。像我本来没有很喜欢美食调了，但是我越近期跟着你们一起，对，就慢慢越来越欣赏了。对啊，因为人都会一直想要一些改变嘛，会有一些新鲜感啊。是，对。所以我觉得在各种不同的香型，你还是可以留了几支，就也许这支在这个时间点不是你的菜，但是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搞不好你又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好闻？对，你这很像遇到我那个小学同学啊，我小时候就不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吗？就后来对啊，出社会之后，我发现，哎呀，那时候没有追赛是很可惜。她可能是真的长大之后才变漂亮。对，真的有时候。对，像我同学看到我也是这样说。好，我们还是回题好了，我们还是回题。那另外一点就是，好了，刚才是我们呼吁一下，就是香友要理性消费，就是不要过度消费。是。再另外一点，就回到了所谓供给的问题了。好，供给的问题。是。你是说那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吗？对，就是我们香水的供给了，供给需求，供给跟需求 ，supply and demand 啊，对，供给跟需求是吧？对，就是我们可能以前买香水，大家都习惯了，就是它这个价钱不会波动过大，太大，但是从去年开始，现在自从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那整个全部的自由世界对它实行经济制裁，但是俄罗斯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大家不可或缺的，叫做能源。所以天然气啊，现在世界乱成这样，所以后果就出来了。那现在西欧各国的电价，真的是暴增了，对，暴增了。那你知道女神有跟我说，她12月份法国的电价天气冷了嘛？她说她半个月2个星期他们是2个星期缴一次2个星期电价是台币16000，16000你有听过这个电价吗？半个月，因为它现在的天然气是从杜拜运过去的，它就用船运过去的，不像以前是俄罗斯，直接俄罗斯因为有北溪1号、2号嘛，直接打开开关，然后它就直接冲过去。对，然后现在是用船运过去，就是那个邮轮，然后可能有3个大圆筒，它真的是这样一船运过去，所以这个成本当然是非常惊人的。就算有苏伊士运河，它这样直接开过去，那个成本还是惊人，比它直接开关打开，对不对？对。那能源造成我们香水的影响是什么？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专柜的价格，特别是这近期这半年，今年一直说不断的要涨。对啊，像你在前线最新消息，像那个娇兰是不是？对，迪奥都是2月1号要调涨，要再调涨。对，那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就2月1号会调涨，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正常调涨就是那个额度，就是他调涨的金额，你大概是猜得出来，但是这次猜不出来，到现在还不知道。对，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跟你讲涨多少，或是今年只涨这一次真的，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承诺。现在连次数都不敢跟你说，因为他要看他们的那个嘛，对不对？能源的价格，对不对？因为我相信有这个成本会反映在所谓的售价上，但是因为也不排除他们炒作的原因，就是通常对不对？这就是投机商人通常会做的事，不然股市怎么会上上下下？是，然后重点是，因为能源影响到它的工时，所以很多的香材，一不是缺料，2这不就断料，对，3就是他发现如果请人来做，甚至比他放无薪假还要更贵的时候，干脆就休息了。对，因为任何人是老板，我相信都会做这个动作。对啊，我生产越多赔越多，依照目前的售价赔越多赔越多。对，那我不如休息好了。对，像我这一次假日，我平常就有走路的习惯，我都从公司走到那个101嘛，下班的时候。你从这里走到101？对，1个半小时就到了。那我沿着这个南京东路走你知道那个全家南京东路的全家过年期间他直接就休息，你知道，
你有看过全家休息了吗？是哦，而且不是只有一家，是连续整排3家全部都休息，就说过年期间就直接休息。为什么？因为生意不会如这个他们来用人的时候，入不敷出的时候，还是干脆就对不对？就止损嘛，我们讲止损了，对啊。那干脆就休假去。对，那连我们台湾都有这个状况，那更何况是以这个欧洲先进国家，法国啦、台湾这些香水的这个起源地方。台湾是因为政府一直在补贴这个是好几千亿的补贴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能源的比较没有能源感觉，对，就比较稍微没有这么严重，对。但是西欧他们是奉行市场经济，他不觉得这个需要补贴，所以他是该是多少，没错，就是多少，这倒是真的。谢谢你说出来，让大家有感一下，不然大家都以为永远便宜的，觉得人家涨价是唬烂的，就是他只是找这个理由，然后对，就借这个话题，然后就涨价。其实不是这样，是对，因为我们可能跟人家处的状况还是不同，因为他们是不会有补贴这种东西，他们补贴的不会是这种东西。对，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油跟台电其实哇哇叫了，这个那是政府来支撑的，不然这去年是大亏钱的，对，亏好几百亿嘞，千亿啊，对啊，到千亿，2000多亿吧，我记得是，就光补贴这个，对，能源的价格，那天然气的价格，那因为天然气大家都要用，那这俄罗斯停工了之后，就他不再供给这些天然气之后，其实其他地方的供给当然就会水涨船高，这价格一定是这样的嘛，对，你有这个需求，这个也直接反映在香水上面哦。其实精品都是这样，任何东西都这样，只要从欧洲来的，现在就是这样。是，你要透过生产制造的，你就是逃不过这一块。对啊，尤其是在欧洲制造的，所以不光是香水啦，因为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只是，我觉得是占小啊。光是那些精品业，就是他们真的做包包那些，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再叫他去做那个包包，那光那个电费跟那个工时，我想。那个很快就会反映在售价上。是。好，那特别针对这样子，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嘞？如果不断的涨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你有想要收的东西，只要它一出现，在现在的，尤其是今年是现在这个价格，不代表它1季之后的价格。所以当现在出现，你就赶快收了，我觉得是赶快收了。是你忍痛收了，搞不好以后它涨成天价的时候，你还觉得我还觉得还有赚。是，不能讲有赚，而是省了很多钱。对，省了很多钱。对。那但是第2条还是回到第1条，无论涨不涨价，还是要理性消费啦。还是衡量，这个是不是真的？不要只是为了怕涨价，然后赶快狂收，也不要这个样子，还是回到理性消费。我觉得还是把焦点专注在你本来想收的东西上面，但是它一出现的时候，就不要犹豫太久了，就直接收。对，不要讲说这次没有，还有下次。其实下次可能是过1季，然后或是没了。对，就是没了。他们就是货源非常稀少，我相信。有部分是完全停工，有部分是减产应该是减产。但一减产，那我想这个售价就会上去了，就会上去了。是，好不好？那无论如何，大家都要记得有情义相挺，好不好？我们会挺你的。好，就是这个，如果你买到觉得没有很喜欢，或者是一阵子了，你想要换别的味道，那情义2手社团。断舍离社团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你找到下一个喜欢它的人一个好的地方，这样好不好？没错。那非常谢谢豪哥，这过年开工第1天呢，就来跟各位聊聊天啦，应该讲聊聊天，说个吉祥话，这样拜个晚年，这样。因为我们其实有看过，像我自己大概2019年中开始，对。收集香水啊，那一开始我是商业香，那很快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因为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是，然后我大概收集了半年，其实看过很多大起大落的，就是一开始非常非常非常凶悍，然后对，然后很快就是现在就其实这样也蛮可惜的，因为我还是必须要说，因为
有一种消费行为，其实是你一下子买太多，其实那个并不好，因为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多支的香水的香味跟那个根本，我甚至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然后你就收了一大堆，对，就这样，你没有办法细细品尝每一支的好，没错，没错，就买那么多，你也要时间去慢慢的欣赏它嘛，对吧？对，你只要喷一下嘛，对不对？你只要喷一下，是啊，对，然后买了一堆回去，然后抱了一坨回去，一团回去，然后这种大起大落，我想我们这3年多了吧，应该也看了很多，是。所以与其那样，不如细水长流。我觉得细水长流是一个好办法，就是对，你每个月买个几支，然后细细品味一下，是，定期定额这样的哦，对，以纯香水概念哦，对，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因为每一瓶香水都有它适合的人嘛，是，没有一瓶香水真的是它生出来是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对，那我想，他都会找到适合他的人，所以搞不好那个人就是你。所以其实我建议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下功课，那甚至看了一下开箱影片，那或是实地来这边去做一个试香，那才去决定。那东西你心目中的目标出现的时候就不要犹豫了。其实结合了我们第一点跟第二点要讲的。OK， 那希望豪哥兔年继续陪着我们，在影片前面跟大家分享他最新的收藏哦，好不好？好 OK。非常谢谢豪哥，谢谢。那今天也请我们喝那个一杯109的单品咖啡，感谢，非常感谢。新年快乐！2杯109啊。对，哦，本来是1杯130，开工有优惠。他还说要特别帮全家广告一下，这样。没有，我要跟你讲，要又有卡结账才有啊，哈，不要拿去。因为卡今天吗？没有啊，哦，这几天。对 ，OK。好，谢谢豪哥，新年快乐喽！新年快乐。那我们的标题要怎么说？就是说。第一，理性消费；第二，理性消费，能收的现阶段要快点收，这样应该是理性消费跟今年2023的香水趋势，就是会可能每季都涨价，香水趋势，对，每季都涨价。这个标题可能大家就点进来，后来发现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胡子，是这样没错。好 ，OK。好，那请问你这个眼前这个酱油是怎么回事？酱油是那个香油啦，从云林来的。你看这个真的是，对。哎，是不是西罗啊？西罗最有名的，对，最有名的。对。那他是说这个是酱油膏是更好吃的，但我们期盼它这个酱油膏好不好？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是加火锅或者是。我们那天煮加火锅有加油膏的，沾啊！吓死我了！这个是酱油啦，这个酱油。你把它当成寿喜烧煮的。这一家真的老字号很厉害，好不好？广告一下，这个跟我们都无关了，就只是谢谢 Russ 分享给我们，好吗？拜拜，新年快乐，拜拜。